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养牛很成功啊，因为我栏里关了这么多牛。其实我个人不这么觉得，因为我们养了3年，还没有真正的开始盈利。之前呢，只是说有买牛卖牛，但是基本上都是买进来的牛再卖出去。比如说那些母牛淘汰的，再就有去年的话，有育肥牛也卖了不多，卖了10来头。基本上去年卖的钱呢，就可以用作今年的草料钱，那是绝对是够的。真正还没有开始达到我心里的预期目标，只是说现在相对于前2年来说，要运作要正常了，没有那么累。该出的问题已经出了，自己有了一定的应对的方式跟方法。就现在这个样啊，就假如我们现在成功了，我的核心不是技术，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死牛，包括今年上市那头母牛，包括那个小牛犊早产的，这都没有保住。母牛是没亏钱的，但是那个小牛犊绝对是亏了。其实我认为啊，我自我总结一下，我们的成功在于管理。我们利用当地的资源来降低养牛成本，我们的成本控制可以说已经做到了一定的极限，并且我们用这么低的成本，我们的牛反而长肉速度不是很差。那当然了，和这种品种牛比，那绝对要差很多。我是说我们的这种土牛跟土杂，它的生长速度，我认为在这么低的成本情况下已经相当 OK 了。下一步主要就是提升我整个牛场牛的品质，加大改良的速度，尽量多去繁育出这种好的牛犊出来。如果是栏里全是这种牛犊，那赚钱应该不是难事。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深入分析过那种大型牛场，很多倒闭的都是从大厂倒起走的。像这种大厂，它不是没有技术，它的技术那普通的兽医真的干不过他们，那里面配的都是专业的人才，很多都是兽医的专家，因为人家有钱有资源。像这一块我们绝对比不上，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倒闭呢？很多都是一个成本的控制，一个管理问题。一个牛场就相当于一个企业一个工厂一样，就是说你在前面3到5年的情况下，你的管理不到位，你把你的成本拉得太大，可能会造成你的资金链出问题。一旦资金链出问题了，被迫卖牛的时候，当然从最好的牛开始卖，哪怕你之前高价引进回来的牛啊，都要低价去处理。一旦到了这个时候，那就离倒闭不远了。往往大厂啊，就是摊子铺得太大，造成他们的消耗太大，损耗太大，很多都撑不过5年就倒闭了。再就是还有一种投资人倒闭的比较快的，就是想拿到政府的补贴，全部照着高标准来操作。因为这个养牛它不是说你1天2天能搞定的事情，你的牛犊引进来，
你没有个2-3年啊，你见不到效益。如果是在3年当中，你这牛犊出了任何问题，有可能你3年还在亏钱。你想一下，它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个买跟卖的关系，你今天拿进来，你明天就卖出去了，它的消耗啊，它的损耗只有那么大。你一头牛犊，你要养个3到5年，是什么概念？有可能买牛犊，牛犊出问题，或者说下牛的时候难产、早产，这3年的管理啊，有多重要？所以呢，那个新手养牛啊，我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考虑清楚，不是说好的品种就赚钱，而是说你这个牛场的管理啊，可能决定你是成功或者失败。看到，诶，收获不小啊！